如果问吃什么最助眠，山萝卜当得第一。去年，一位名叫小易的大学生在学校里挖到类似人参的植物，有些好奇，上嘴就咬了一口。之后，小易在宿舍睡了17个小时才醒过来，舍友们被他雷打不动的睡眠震惊，却不知他已在鬼门关走了一遭。四川还有一对夫妻，晚饭夹了一道野菜，双双吃进了医院。吃的野菜正是这种长得像人参的植物。老两口躺在床上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当年饥荒时救命的野菜，怎么差点就要了他们的命？这里是知识 TNT。山萝卜一听就不是这种植物的正经名字，它的学名叫什么呢？当年曹操生病，请来名医华佗医治。生性多疑的曹操担心对方是庸医，迟迟不敢让其治疗，于是念了16句诗，每句里藏一味中药。只要华佗猜中其中的药名，便信了他。其中一句30除5息，华佗听完脱口而出商路。华佗给出的答案当然是正确的。今天说的这个山萝卜，中医里就叫商路。商路这个名字的由来还有一个故事，说是在商村有一个聪明的年轻人，名叫陆。陆喜欢钻研未知事物，尤其是野外的花花草草。他常听人指着村子边的一种植物说，这种东西能治病也能要命，这便勾起了他的好奇心。于是他仔细探究这种植物的习性和药用价值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总算是将其研究透了。之后，他将这种植物的相关知识以及种植方法都传授给了村民。村民凭借种植这种药材，很快走上了致富路。后来，人们为了纪念陆的贡献，就给这种植物取名商陆。那商陆究竟有什么价值呢？《神农本草经》里这样描述：商陆味辛平，主水肿山甲痹，运除臃肿，杀鬼精物，一名益根，一名叶忽，生川谷。说的是商陆有着逐水消肿、解毒散结的功效，其中杀鬼精物这一点如今不常见，在以前人们常用它驱散邪物，保护一家子平平安安。2022年，成都的张女士在自家菜地发现商陆后，连根拔起，拿回家做成凉拌菜端上桌，当晚就被送进医院。商陆的危害有那么大吗？其实，张女士一家吃的是外来入侵物种，这种商陆名为垂絮商陆，原产于北美洲东北部，后来作为观赏或药用植物引入，迅速在我国泛滥成灾，其中云南最为严重。垂絮商陆的最大特点就是毒，从根到果实每处都有剧毒，一旦误食，常有恶心、呕吐、腹痛、腹泻、神志不清等症状出现，严重时会出现心肌麻痹，直接丢了性命。除了有毒，垂絮商陆还是种有害的杂草，它们的环境适应能力很强，在大多数土壤中都能够存活，并且生长迅速。如果土壤的营养好，能长到2米高。它们在地下生了根，会迅速抢夺养分，让其他植物营养不良而死。同时，垂絮商陆还能长出许多叶子，叶子十分宽大，能覆盖住其他植物。对于生态系统来说，垂絮商陆是妥妥的有害植物。但在药用方面，它和我国本土商陆价值相当。只是垂絮商陆因为毒性强，不能随便内服，只能外敷，常被人们捣烂以后用于治疗臃肿疮毒。不过，只有医生能这么干，其他人最好不要轻易尝试。注意了，这种长得像人参的植物其实有剧毒。去年，一位名叫小易的大学生因为好奇啃了一口这种人参，昏睡了17个小时才醒过来。这种植物名叫商陆，古代商将其入药，不过用的是无毒商陆。如何区别有毒无毒呢？《唐本草》明确说明，商陆有红白2种，白的可以挖来做药，红的嘛，吃了就能见鬼神。所以颜色是较为直观且有效的分辨方式。至于看哪里的颜色，《蜀本草》中说，开红花的商陆根也是红的，开白花的商陆根也是白的。根与花的颜色相同，无论看花还是看根都是一样的。另有《中国植物志》上说，商陆做药选肥大的白根最好，红色的就有剧毒，更加佐证了白色入药，红色见鬼神的观点。能辨别本土商陆还不够，现在我国还泛滥着一种入侵商陆，对于这种商陆也得学会辨别。
其实二者外观上有明显差距，最直观的是它们的茎。本土的商陆茎为绿色多分支，而垂序商陆茎为紫红色，比较鲜艳。另外可以观察它们的花或是果实，本土商陆的花序呈圆柱状直立，开得比较密集，结的果也是直立的。而垂序商陆花开得比较稀疏，结的果子是下垂的，因此才有了垂序商陆这一名称。除此之外，商陆长得与人参十分相似，常被人们误啃。这里有必要说说二者的区别。如果只是块根放在面前，想要进行分辨的话，可以将它们横着切开。如果是商陆，横截面上就会出现环形纹路，称之为罗盘纹，而人参则没有这种纹路。如果手里没有刀，可以凑到鼻子上闻闻，如果能闻到人参的香气，也就是一种挥发油的味道，那就是人参了。仔细观察，二者其实很好分辨，只是从没见过人参和商陆的人容易把它们混淆，所以只能提醒大家病从口入，管好自己的嘴。知识天地，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